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乜乜糖水鋪嘅一人版聚光燈，我係歐錦棠。今日呢一單奇案同我哋做緊嘅電影行業係有好大嘅關係嘅，而且呢種奇案咧都係真係相當之冤枉，仲涉及咗好似兩代父子嘅宿命添。未講呢單奇案之前咧，先同大家講下我哋喺拍攝電影電視裏邊一啲道具嘅使用一啲嘅裏邊嘅習慣啦，同埋守則啊咁樣。尤其是港產片以前開嚇，警匪片係大行其道啊，甚至乎英雄片都係啦，就動用咗好多嘅槍械。香港嘅電影咧，使用嘅都係好多道具槍，有唔同嘅進化層次。我記得，如果我資料上面係冇錯誤嘅話咧，粵語片時代使用過真槍去拍攝嘅，曾經係受過當時嘅英軍嘅協助，就借用咗佢哋一啲嘅軍械嘅真槍，即係一啲嘅輕機槍嚟拍攝。嗰度就係倪匡所寫嘅即係連載小説《木蘭花》，女俠木蘭花其中一個故事我唔記得咗係咩名啦，裏邊有使用好多呢啲真槍，咁啊由雪梨飾演木蘭花啦。唔使怕，佢暫時仲唔敢查我阿媽嘅。咁同埋啊關海山啊蝦叔嗰陣時飾演就係警務處呢啲警司啊咁樣。印象中呢一部係第一部真係大量使用咗真槍去拍攝。之後嘅省港旗兵啦都有借助啲真槍。一般嚟講，好多時都係用所謂嘅道具槍。道具槍即係土炮製作，即係佢哋會用一啲好簡陋嘅一啲嘅引爆火藥啊，或者發熱線引爆一啲嘅化學物料啊，去製造火花同埋煙霧嘅效果，喺個假嘅槍嘅槍嘴嗰度咧爆發出嚟，就當係射咗槍。曾經何時喺80年代嘅時候，日本係興起咗一啲叫做 model gun， 佢哋叫做 model gun， 即係模型槍。佢 model gun 嘅意思咧就係話仿真槍械，佢裏邊上嘅外形啊、結構啊等等咧，全部係仿真槍械嘅作動原理嘅。咁佢哋使用嘅咧就係一啲我哋叫做輕量火藥，好似我哋細個玩嘅筆筆子。但係佢嗰啲火藥嘅原料咧就係一粒膠，好細粒嘅膠囊咁樣。個火藥係含量係好細嘅，然後擺落個金屬嘅彈殼裏邊。嗱，彈殼當然係冇彈頭，亦都唔能夠發射嘅。咁佢就係因為佢係真槍作動啊嘛，佢嘅撞針打咗入去嗰粒可以再重用嘅彈殼裏邊咧，激發咗裏邊嘅火藥去撞擊咧，就會引起火花有聲響，同埋會有跳殼，甚至乎啲真槍有跳殼嘅作動出嚟咁啊，有一定嘅效果。呢種技術亦都俾港產片咧即係引入嘅。第一套咧用咗咧呢種技術咧有新浪潮電影啊嗰陣時殺出西營盤。就有一把嗰陣時嘅主角係秦祥林啊，就攞住一把叫做 Ingram M11嘅手提輕機槍。連發咁啊，一路扣住個扳機就可以連發30發子彈係咁打出嚟嘅。咁啊，唯一嘅唔好處就係話佢會容易 jam 彈嘅，因為嗰啲火藥量始終都係比較粗糙，佢唔係真槍啦。咁之後嘅亦都係日本大量都出咗呢一類咁樣嘅 model gun，咁啊所以咧
都引起咗影視界啊好多人咧爭相咁去採用。直到幾時咧？直到吳宇森拍嘅《英雄本色》，佢就用咗唔同嘅槍款，尤其是喺周潤發飾演嘅 Mark 哥裏邊咧，佢用美國製，即係美製意大利款嘅 Beretta。如果我講錯，糾正我下，因為 Beretta 呢個意大利嘅槍廠嚟嘅，不過呢係美國製嘅槍。佢用 Beretta 嘅手槍去揀，特登去揀呢款槍，係從來未喺港產片裏面出現過嘅。用完 Mark 哥用完之後，你就真係呢支槍變咗大熱啦，就大紅大紫啦。咁佢選用咗好多嘅都係真嘅槍，於是咧就香港嘅一啲嘅槍械道具公司，其實當其時有2間，咁就大批咁即係引入咗呢啲真嘅槍械翻嚟，就提供俾影視界啦，去拍攝啦嘅用途咯。我就要講下啦，我哋用嘅拍攝嘅都係真槍，咁你話真槍咪好危險？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嗱，我本人我拍電視同埋電影咧，我係開過好多槍。咁以前咧，我亦都本身對槍係好有興趣，咁所以亦都有加入過槍會啊。係耐唔時啦，唔係成日嘅，我會去即係去靶場去射擊啊，有練習啊。真槍變為道具槍，首先一定要係政府嘅監管。然後有佢嘅一啲嘅規格你要照做。我而家講緊可以有射擊效果出嚟嘅真槍，我哋拍戲用嗰啲就係會有，你見到前面有煙啦，有火球啦。如果係半自動槍嘅咧，佢嘅彈殼打完之後會跳殼啦，會做到呢個效果。但係絕對就唔能夠喺個槍管嗰度會有彈頭射到出嚟。點解可以做到咁呢？個原理就係，例如呢個就係槍管嗰個圓周，佢係用鐵焊嘅物料將佢槍管裏邊係變翻好細，變翻得翻差唔多1/3咁樣嘅空間喺度。有啲就甚至乎有條橫恤喺中間，但係如果有條橫恤，通常都係唔接納，因為點解呢？日本嘅model gun咧就會用呢種嘅技術啦，擺條橫恤喺度，你咪肯定裏邊係冇嘢可以打到出嚟咯。但係如果我喺鏡頭前面揾支槍嘴指住鏡頭咧，你就睇到哦，槍嘴係假嘅，因為槍嘴裏邊有條橫恤。咁但係如果我哋香港嗰種做法咧，將嗰個槍管嘅圓周去我哋叫做封細咗佢，你都係睇到裏邊係中空嘅。不過你唔會睇得好清楚佢真正嗰個闊度係幾多，呢個係比較可取嘅方法。咁亦都係肯定幾乎如果支槍係擺真彈頭落去嘅咧，就開槍嗰個一定會領嘢，因為支槍會爆噶啦，會爆殼，成支爆膛噶啦。咁就因為槍管裏邊係窩細咗，佢嘅彈頭唔能夠通過個槍管，咁啊會造成開槍會有意外啦。所以一定係不能夠擺真嘅子彈落去。拍戲用嘅咧，嗰啲我哋叫做 blank fire，即係空殼彈，裏邊係有火藥量嘅，火藥量可以由佢哋自己去調校嘅，由槍械佢哋嘅專家自己調校。你視乎要咩效果，要大啲火花、大啲煙啦，聲響大啲啊，火花長啲啊、窄啲都可以用唔同嘅火藥量同埋火藥嘅質地去調校。係咪代表咁樣就好安全咧？唔係㗎，因為你要知道嗰把係真槍，而嗰啲係真嘅火藥嚟嘅。你話冇彈頭喎，冇彈頭會可以造成一種傷害嘅咩？嗰啲空包彈做出嚟嘅氣流，同埋佢點都係會有一啲火藥嘅雜質喺度，甚至乎混雜咗，因為我哋嗰個所謂 hammer 就即係個撞擊啦，打落去個子彈殼嘅火藥帽嗰度咧，係會產生一啲金屬碎片，好細嘅碎片。呢啲金屬碎片同埋火藥嘅殘餘咧，係可以通過細咗，即係收細咗嘅槍管一樣噴射到出嚟。所以係不可能近距離向人開槍。你見到近距離向個頭打嗰啲，全部係而家，尤其是而家就係用後期效果、電腦效果做嘅一啲嘅火槍嘅槍火啊，同埋煙火嘅效果嚟。嗰個危險性係點？就算係空包彈，佢係足以打穿張報紙。
聲響當然好大啦。我哋尤其是喺室內拍槍戰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用一啲上咗同我哋啲化妝品膚色一樣嘅上咗色嘅棉花咧，塞落隻耳最深嗰度。如果唔係的話，真係會耳鳴。有同事我親眼見過開槍嘅時候撞擊火藥嗰個子彈嘅火帽打出嚟嘅碎片係濺傷佢自己嘅面。我親身試過喺拍攝《竊聽風雲》第一集嘅時候，我飾演一個殺手，咁我同阿劉青雲有對戲。嗰場戲就係話我要殺劉青雲，佢知嘅，前面掘定個窿啦，佢自己企喺個窿前面。我距離阿青雲大約有3米，3米好長噶咯喎，都10尺噶咯喎。咁我就攞住一支半自動手槍啦，即係曲尺啦，正所謂，就向住佢開槍。就當然係空包彈啦。咁我要拍2次，一次就係我近距離影住我，向住個背脊開槍；另一個咧就係喺山上面，黃敏德睇住遙遠睇住我對佢開槍，要拍2次。咁當然啦，山上面嗰個咧，我係可以將嗰支槍嗰個角度咧移開咗，唔係對正阿青雲個背脊，因為始終都有種危險。但係喺我近鏡嘅時候，喺我擸到我個背影開槍打佢嘅時候，我就一定要對住佢個背脊啦。嗱，當其時頭先我講過話有3米咁長啊嘛，我打完呢一槍之後，劉青雲就要自己跌落個窿嗰度。我打完一槍，砰！佢跌落個窿嗰度，cut 一 cut 咗之後，佢即刻喺度大叫，然後起身就即刻除咗件佢出邊一件牛仔恤衫嚟，我記得即刻除咗呢件衫。跟住所有工作人員包括我都好緊張，咩事？佢裏邊着住件白色底衫，佢背脊嗰個位已經出緊血。因為我打嗰支槍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唔妥啦。我第一時間就走埋去，我哋叫做問嗰個槍佬，即係負責租槍俾我哋嗰個道具公司啦，嗰個專家啦。其實佢真係要識軍械嘅。我哋今日你啲藥重咗，佢話係啊，因為想嗰個藥嗰個槍個火花靚啲，個藥重咗。我唔怪得啦，我聽個聲已經好唔同，係好響，係室外嚟嘅。喺石礦場嗰陣時，而家冇咗啦。喺鯉魚門嗰邊嘅石礦場嗰度拍。你諗下，我距離咁遠，支槍嘅氣流可能裏邊已經只係夾雜咗少少一啲嘅火藥嘅殘渣，可以隔空打到青雲嘅背脊流血。若果呢下係打面嘅，就算你以為咁遠係好穩陣，錯啦，真係不堪設想。所以拍槍係好危險，成日都話鬼槍啊，我哋啊，係嘛？真槍啊，成日都會有走火啦。我今日講呢單咧就係都好不幸。李小龍個仔李國豪，冇人估到嘅。李小龍喺1973年喺香港即係不幸身亡嚇。到而家雖然有喺法律上面有個説法，但係都係人言人殊，都係仲係覺得佢嘅死唔係咁簡單，仲係一個謎。我哋喺呢方面我都唔會再深究。估唔到喺20年後1993年咧，佢個仔都係步佢後塵。嗱，好難得嘅，即係李國豪喺香港拍過2部電影，因為用李小龍個名啊咁樣，跟住都翻去荷里活都有拍電影。始終佢孭住一個包袱，佢自己其實係好唔開心嘅，即係孭住包袱。大家識我揾我拍戲，都只不過因為我爸爸就係李小龍，佢會覺得係咁。佢覺得佢想擺脫呢樣嘢，終於有一個機會啦！唔需要你再扮李小龍，就係用一個漫畫人物，烏鴉 The Crow。烏鴉去做烏鴉呢個人物，咦咁樣嚟做一個擔當一個角色，佢真係擔正荷里活電影。咁之前雖然都係㗎啦，但係佢完全可以完全擺脫咗佢爸爸嘅影子。佢好用心去拍呢套戲。喺拍攝期間，雖然呢部唔算係一部好高成本嘅電影，但係佢好喜歡個角色，好喜歡個故事架構。喺拍攝嘅期間，有好多場係淋雨嘅拍攝啦。佢又好用心，亦都好多嘅憂慮啦。佢當時就話準備同佢個女朋友 Eliza 就結婚，即係準備拍完呢套戲之後就已經即刻要結婚。嗰陣時已經係佢未婚妻嚟，即係佢透露就係俾個女朋友聽就係話，即係佢拍攝期間佢投放大量嘅體能同埋心力落去咧，
佢足足都係瘦咗接近20磅嘅，即係個人越嚟越瘦。咁但係其實佢又好中意，因為更加貼合咧，即係烏鴉嗰種即係有一種好幽靈咁樣嘅體態啊。試完喺1993年3月31日喺個錄影廠裏邊拍攝期間，咁就講佢當其時仲未變烏鴉啊，佢一定要死咗一次，然後因為烏鴉唔係人嚟噶嘛，要講佢呢個人物，佢要死咗一次。Eric 啊，個角色叫 Eric， 咁咧就係俾歹徒殺害。嗰場戲就係講個演員距離佢大約12至15尺咁上下啦，都好遠啦嚇，就用一支左輪，今次係左輪手槍啦，.44 Magnum 嘅左輪手槍，就唔係曲隻咯喎。嗱，左輪手槍嗰個機動咧就同曲隻好唔同，佢一個我哋叫做輪瓜，裏邊有6發子彈，你每扣一次扳機，佢就會轉一次，轉一次去到你就扣動扳機咧，嗰個撞針就會打落去火帽度，就發射子彈，如此類推，性能會比較可靠啲，唔會咁易 jam 彈。殊不知喺拍嗰場戲嘅時候咧，嗰度已經要影到嗰個演員開槍向李國豪發射，一發射之後咁講佢要死咁，砰！佢當然就真係應聲倒下啦。誰知嗌咳之後，佢冇起到身，啲人就緊張走埋一睇，佢個腹部有大量嘅鮮血流出嚟，好緊張。唔同我頭先我所講，我打阿青雲去背脊嗰少少血，係大量嘅鮮血湧出嚟。佢哋都唔得閒去深究啦，唯有即刻報警，然後咧就係將佢送去醫院度搶救。搶救咗一整晚，咁最後原來裏邊發現到有粒彈頭係卡住喺穿過佢嘅腹部，卡住喺佢嘅脊椎裏邊。由於失血太多啦，咁朝早嘅時間咧就宣告佢死亡。咁呢件事即係當然大為震動啦，因為喺我開場嘅時候我都講咗啦，喺美國嘅影視界，佢哋使用槍歷史悠久，淋漓盡致。當然冇統計啦，我亦都唔知啦，甚少會發生啲咁樣嘅意外。因為你睇下香港，我哋所有嘅槍械專家喺現場，你唔到拍嗰下，佢唔會上彈嘅。同埋你要開一槍，佢就上2粒彈俾你，佢唔會俾多你。跟住逐粒同你數，佢要數晒。我今日用過幾粒彈係有數得計，同埋有晒所有嘅準則。唔拍嘅時候，佢唔會遞支槍俾演員或者武師。你唔識嘅，佢要教到你點樣去運用一支槍，安全咁運用為止。有好多啲類似嘅守則。今日我唔會太繁複咁去講。你好難想象喺美國嘅電影業會發生咁樣嘅意外。呢支佢哋嘅道具槍係真槍，原來佢嗰個守則同香港唔同。香港我頭先咪講咗，將個槍嘴嘅槍管係收細咗嘅，用裏邊焊接嘅技術收細咗。佢冇啊！換句話講，佢係100%一支真槍。你如果射 blank fire， 即係空包彈嘅時候，佢嘅火藥量好大量咁發射出嚟啦。亦都係話，如果有彈頭嘅話，係會打到出嚟。咁你話啦，點可能裏邊會有彈頭呢？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呢？事後證明，原來嗰支槍使用之前冇經過詳細檢查，有一粒彈頭.44 Magnum 嘅彈頭就卡咗喺個槍管裏邊，冇人知道。你用空包彈啊嘛，空包彈有火藥量啊嘛，空包彈打落去嘅時候，佢會排出氣體嘅，嗰啲氣體一打出嚟，我咪話咗，淨係氣體都可以打穿咗報紙嘅，就將嗰粒彈頭推咗出去，威力係減少咗，但係唔代表冇威力，於是一樣可以做到有殺傷。咁你又會繼續問，點解呢支槍會有彈頭卡住喺度呢？試完呢支槍喺2個星期之前喺第2套戲嘅情景上面用過㗎，咁第2套戲嗰度用嚟做咩呢？就唔係愛嚟射人，係真係愛嚟射擊。例如射擊一啲物件啊、地下咁，於是就使用咗真槍嘅彈啦。換句話講，有彈頭啦，就一路打落去就真係打。咁點解會有呢粒彈頭會喺裏邊咧？你每一次都打咗出去嘅話，你係唔會有彈頭喺度嘅喎。
係嘛？你要用過第一件事，用完之後，所有盡責嘅道具公司，我以香港為例，佢哋每一次都 check 清楚支槍裏邊有冇殘餘，然後每一次都清洗所有槍每一部分，都要洗過，都要清理過，當然用油嚟洗啦。佢哋冇 check 清楚美國嗰次。第二就係話，如果上一次用嘅時候係用真彈、真槍彈，將彈頭打晒出去，點解會殘留咗喺槍管嗰度呢？就係因為佢哋喺拍攝烏鴉呢個場戲嘅時候呢，佢哋就話有一啲嘅叫做 dummy 彈，即係仿製彈，假嘅，裏邊冇嘢嘅，不過係真子彈，不過裏邊冇火藥嘅，佢就入咗落去個我叫做輪瓜嗰度，但係嗰粒彈頭就鬆咗，就卡咗喺槍管裏邊，冇人發覺。跟住拍攝完入彈殼啦，呢個鏡頭啦，佢攞翻出嚟嘅時候冇留意，其中有一粒子彈係冇咗個彈頭，得翻個彈殼喺度嘅啫。個彈頭已經留咗喺槍管裏邊，冇人留意到。嗱，呢個係大錯特錯嘅，即係話有人唔盡責啦，你冇睇清楚、檢查清楚每一粒子彈啦。咁於是嗰粒彈殼，嗰粒彈頭就喺個槍管裏邊，俾下一次用嘅時候，火藥就逼咗佢出去，就造成呢個意外。到而家睇嚟，我都覺得係匪夷所思嘅，因為每一個步驟係牽涉到好多嘅危險，係唔能夠唔檢查清楚嘅，啊！所以呢件係絕對係一個，我覺得係冤案。咁於是當然啦，理所當然，亦都好難怪，引起好多人嘅揣測。哇！父子兩代都係遭受咁不幸嘅命運，係咪同佢有啲嘅家族嘅咒詛有關係呢？又或者係咪得罪咗啲乜嘢嘅人呢？因為據講，即係李國豪可能喺即係某一方面，即係性格方面都比較激烈啦。係咪點樣得罪咗人呢？咁點得罪人都好，係好難用呢個手段去了結一個人，我覺得係嘛？因為呢件始終鬧出嚟係一件大事嚟，係要有人負責。事後佢死咗啦，咁但係你話收尾係睇到有烏鴉呢套戲上映喎，而且又拍過第二集嘅喎咁。係後期係揾替身，亦都用電子嘅後期嘅功夫咧，係將李國豪個造型咧係，即係佢個樣係 key 翻上去。咁同埋收尾烏鴉佢即係畫咗個大花面啊咁樣。咁所以可以揾替身去完成嘅餘下嘅部分。咁所以套戲就好多嘅電影公司係唔肯做發行。後來就 Miramax 呢間電影公司咧都覺得呢套戲雖然個主角死咗啦，就唔係一定係咪即係發死人財抽死人水嘅，咁佢都覺得即係仲有可為嘅。咁啊，於是就發行咗呢套戲，都有一個比較可觀，因為佢都係低成本，一個比較可觀嘅票房收入嘅。奇怪就奇怪在最後呢件事，如果你要揾責任誰屬，負責管理槍械嗰個就一定係首當其衝。但係奇怪在佢都係上個法庭裏邊審訊，佢係唔需要負責嘅。李小龍嘅遺孀，即係李國豪嘅媽媽Linda 咧，即係提出訴訟控告電影公司。咁啊，最後係雙方達成和解嘅。咁啊，和解即係賠償咗幾多冇人知嚇，因為和解就唔講出嚟㗎。而且喺同年同一年93年嘅時候咧，荷里活星光大道咧有好多獎印啊，好多星啊嘛。咁啊有一粒荷里活之星咧就有李小龍喺裏邊啦，我都親自去過嚇。咁就荷里活星光大道就有李小龍呢粒星喺度。咁就當時 Linda 啦，個女 Shannon 啦，即係李香凝啦，都親自主持呢個儀式嘅。咁你話係咪一種交易？當然冇人知啦。但係你難免就會諗到咁樣嘅連帶關係啦，係嘛？因為嗰件事李國豪呢個枉死係好似不了了之咁嚇。咁當然啦，即係李國豪嗰個未婚妻Eliza就非常之傷心啦。但係都收尾都再聽唔到佢嘅消息啦。咁啊，李國豪自此就長眠喺佢父親李小龍嘅長眠嘅墓碑旁邊，兩父子本來嗰笪地咧，李小龍隔離嗰笪地，本來係 Linda 留俾佢自己嘅，點會估到係俾自己嘅仔用咗先呢？
咁我去過李小龍個墓地嗰度憑照都不下5次，每一次去到都會感到非常之唏噓。咁所以呢一宗咧，絕對係影視界奇案嘅奇案。奇就係話咁多嘅流程都可以有人疏忽，而且喺即係以拍攝認真製作咁認真咁龐大嘅美國電影行業裏邊咧，係發生呢啲咁疏忽嘅事件，真係匪夷所思。最其中之奇咧就係話係冇人真正需要為呢件事負責嘅，咁啊可以都係永遠都好難解開嘅呢一個謎啦。嗱，以上就係今集嘅內容啦。如果大家喜歡我咧，就記得俾個 like 我啦，咁啊留言亦都係可以分享俾你嘅朋友嘅，多謝。咁你話喺其他嘅地方會唔會真係用真槍去做射擊，又即係向住人咁射呢？真係有㗎嚇！我未試過，但係我嘅同業呢，就喺泰國拍戲嘅時候，咁嗰場戲咧就係講佢一路走啦，向即係打橫咁走啦，咁就要講啲槍一路追住佢嘅腳嚟掃射。正當嘅做法就係話預先喺個路徑上面埋住晒所有嘅反應彈，我哋叫做有好輕量嘅火藥嘅反應彈，一路就撳掣。總之你腳跑過嘅時候，佢就撳掣，咁就啲沙塵滾，有啲火花，嗒咁一路打住，咁就最好啦。咁呢樣嘢牽涉咩呢？錢嚟嘅，你識反應彈都貴㗎。第二樣嘢時間係金錢嘛，你識咁多嘅嘢就要好多嘅時間。一旦你有一兩粒唔着，或者係撳錯掣，或者跑個演員去跑得快慢唔同，咁啊效果唔啱呢，咁又要從頭 set 過，咁又嘥大半粒鐘噶咯喎。咁於是喺泰國嗰次佢哋要點用呢？就係用真槍。嗰次佢係用M16嘅槍。咁負責嗰個呢，就唔係嗰個槍械嗰個道具，係一個軍人。佢喺度睇住拍，佢話得㗎啦 ，trust me，佢攞住啲槍 ，you just run。你走啦！個演員話點走啊？你就咁走得噶啦！佢真係追住個演員嗰隻腳嚟射。其實呢樣嘢係揾命搏嘅，大佬。你點知嗰粒子彈第一打唔打中，第二你打落去嘅碎片或者地下嘅石啊之類，會點樣打到落個演員嗰隻腳度？喂，一打隻腳就冇噶咯喎！我嗰次都好危險，但係佢真係一路咁追住佢，瞄住佢，砰，佢唔係連發嘅，佢係單發嘅，砰，一路追住佢嚟射。所以拍戲，唉，真係要好小心，好小心。